刚刚对俄罗斯油库偷袭得手的乌军遭到了俄军报复打击，凶猛的弹道导弹轰炸密集加向乌军。一起来看详细情况。Hello， 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妞。3月31日傍晚，在俄军宣称彻底夺取乌克兰境内制空权之际，没想到俄罗斯玩鹰，让鹰啄了眼。乌克兰在当天成功使用直升机上演了一场绝地反击，并且给俄方一次性造成了开战以来的最大损失，打掉了俄军储油点。这场行动堪称亮眼。乌克兰残存的陆航部队使用2架米24武装直升机，使用最普通的武器，给俄军造成了如此巨大的损失。不得不说，这是俄乌冲突以来乌克兰陆航部队最出彩的一次表现。当天傍晚，从哈尔科夫附近起飞的2架乌军米24直升机，趁着夜色由南向北前往俄境内的别尔哥罗德地区进行突袭任务。此次的目标是一座市郊的储油库。米24武装直升机在没有被发现的情况下，成功地找到了储油库，并且对其发射了数十发 SK8 火箭弹，造成储油库的数个储油罐发生大爆炸。根据俄媒的数据，储油库里面有8个2000方容量的储油罐被彻底摧毁，另外8个油罐被火势波及，基本上100多吨油打了水漂。这油钱还有后续俄方动用的消防人员以及设备费用加起来，也是一个天价数字了。尤其是现在油价整体走高的情况下，这一次的经济损失应该是乌军打出的最大单次战果。不得不说，此次俄军防空系统麻痹大意和乌军飞行员出色的表现，促成了这次作战行动。据乌媒声称，乌军直升机超低空快速飞行，紧贴树梢，离地不超过15米的高度，有效地规避了俄罗斯的防空部队，从其盲区突入完成作战目标。不得不说，胆大心细。而俄方也暴露出了不少的负面问题，防备疏忽到了这种程度。要知道，别尔哥罗德紧邻当前东部战区哈尔科夫，此次被袭击的储油罐地点位于边境线以北35千米处。也就是说，只要乌克兰愿意，几分钟的时间便能够飞抵目标上空进行打击并快速撤离。看来俄军显然没有重视这一点，而且这是别尔哥罗德第2次被乌军成功打击。第一次是乌军使用弹道导弹敲掉了别尔哥罗德地区的一个俄军军火库，俄军 S-300防空系统没有做出及时反应，而这次乌克兰却直接将直升机派进来进攻，俄防空部队的脸可以说都丢尽了。不过俄军显然也不是什么善茬，遇袭当天就对哈尔科夫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火力报复打击行动，使用数辆伊斯坎德尔 M 弹道导弹对哈尔科夫地区的乌军进行全面打击。就这，俄军还不解恨，加派战机对哈尔科夫地区进行了猛烈空袭打击，强度非常高。有外媒分析认为，这预示着战争或将进一步升级。现阶段，俄军正在筹划进攻东乌地区乌军主力，而北线的俄军陷入停滞状态，在基辅和切尔尼科夫一线已经维持不住战线，现在已经从基辅地区的东西城区进行逐步撤离，而乌军正在他们后面接连收复此前丢失的地盘。根据俄国防部官方的表态和美军情报部门的分析，俄军正在回收北部兵力，意图将他们部署至东线作战区域和顿巴斯地区。待马市拿下之后，俄军将南北对进，进一步合围歼灭东乌地区的乌军主力部队，完成拿下顿巴斯地区的阶段性目标。现在就看俄罗斯会不会进一步宣布总动员。如果宣布总动员，俄军将可以动员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加入到这场战争中，届时战争可能要进一步升级。到时候乌军无论如何也是经受不住俄军的全面攻击的。